2005赛季和2014、2021赛季一样，是 F1 全力发生巨变交接的一年。上一年只有3场比赛没赢的法拉利，突然1场都赢不下来了。当然2005年的老比赛我也做过很多，简单来说就是 FIA 朝着法拉利的命门踹了一脚，规定2005赛季整个比赛周末除天气变化和爆胎之外不允许换胎。普利司通某种程度上是法拉利的特供胎，他们结合了法拉利赛车油箱小的特性，研发了比米其林更软、抓地力更强但寿命更短的轮胎，所以法拉利即便3停甚至4停也能夺冠，比如2004年法国站。正因如此，不允许换胎之后，法拉利一下子就拉胯了，都赖普利司通不持久。而且法拉利的变速箱不适配新的空气动力学规则。但其实观众们得知法拉利2005赛季东侧表现不佳时，大部分人是不信的，因为2003年 FA 就针对法拉利改过一次规则，那就是排位赛和正赛之间不可以改变油量，但舒马赫还是以2分的优势惊险夺冠，下一年横扫围场没卵用。不过2005年的法拉利虽然看起来很慢，但实际上一点也不快。前2站舒马赫和巴里切罗开着过渡赛车 F2004M 在排位赛都没进前10，而雷诺拿下2连冠。第3站巴林换上新车 F2005 之后，舒马赫虽然在排位赛拿下第2，但却因为液压系统故障退赛。所以到了第4站圣马力诺，铁佛斯们还是很期待能顺利完赛的 F2005 会在舒马赫手里发挥出所有潜力的。而且雷诺那边阿隆索为了避免更换引擎遭到罚退，还是坚持用着上一站出了问题的旧引擎。这么一看，法拉利的机会就更大了。说起来，雷诺最终决定不换引擎的测试过程也是十分天才。他们拿来了一台单缸发动机，装上 F1 引擎同款活塞，并且在爆震的条件下运行，直到这个活塞的损坏程度和阿隆索引擎里的那个一样。接着他们用这个坏活塞换掉了一台新引擎里的一个好活塞，然后模拟了伊莫拉赛道的比赛环境，发现没什么问题，只是不能用太激进的调教，这才决定不换引擎。果然阿隆索被驾驶着又快又爱坏的迈凯伦的 Kimi 抢走了杆位，当然阿隆索家的油也多一点。当时的排位赛规则和现在也有所不同， Q1 在周6下午油量不做限制，以上一站正赛成绩的倒序为基准，每台赛车轮流出场跑一个飞行圈。 Q2 在周日上午，每台赛车按照 Q1 的成绩倒序出场，搭在周日起步的油量轮流跑一个飞行圈， Q1 和 Q2 成绩加和作为最终成绩。舒马赫因为在巴林退赛，所以在 Q1 第一个出场，在赛道最脏的时候拿下第3。这么看来 F2005 还是有点速度的。难道法拉利终于要在这条离马拉内罗最近的赛道上找回自我了吗？并没有。周日的 Q2， 舒马赫在 Rivazza 湾冲出赛道，只能第13发车，队友巴里切罗也只排在第9。前10名从第3位开始是 BAR 的巴顿、威廉姆斯的韦伯、丰田的特鲁利、BAR 的萨头桑、迈凯伦的伍尔兹、威廉姆斯的海菲尔德以及第10起步的拉尔夫舒马赫。伊莫拉是 F1 赛季中并不常见的逆时针赛道，所以对右前轮的考验更大，不知道一会儿哪个倒霉蛋会中招呢。5盏红灯搁哪呢？好的不管了，比赛开始， Kimi 和阿隆索的起步都很好，谁都没有犯错，而阿隆索的引擎劣势在驶过坦布雷罗湾就显现了出来，已经为 Kimi 甩开了一段距离。而马克韦伯虽然起步照常昏厥掉了2个位置，但他在7号弯死死站住萨头桑的外线，并在8号弯干净利落地干掉了佐藤卓摩。现在大家都平平安安地跑完了第1圈， Kimi 已经拉开了阿隆索2秒。照这个架势， Kimi 的赛季第1冠岂不是手到擒来？他们俩的速度跟身后的人都不是一个级别的，包括和他们开同一辆车的队友。费斯切拉在第6圈的坦布雷罗湾毫无征兆的失控上墙，比法棍还脆的悬挂碎了一地。他在揭幕战夺冠以后已经3连退了，如果说在巴林是因为引擎故障，那么在马来西亚和伊莫拉就是单纯的能力不足，韦伯连躲都躲不开。相比跟自己开同一辆火星车的队友， Kimi 才是阿隆索这个赛季最大的对手。而到了第9圈， Kimi 也不再是阿隆索的对手，传动轴故障让 Kimi 只能爬回维修区。这已经不是 Kimi 第一次从杆位起跑退赛了，当然肯定也不是这个赛季的最后一次。迈凯伦这台 MP420 要是不总坏的话，那还是挺稳的。白白丢了10分， Kimi 退赛之后非常愤怒，他下车后直接把方向盘扔了出去，飞到了队友的车组那里。现在阿隆索领跑比赛，他领先巴顿8秒，而巴顿又领先丰田的特鲁利8秒。特鲁利在排位赛算是超神发挥，2节排位赛都比队友拉尔夫舒马赫快了 0.4 秒多，这就导致了他在第3的位置开启了火车，到了第18圈已经落后巴顿18秒了。而阿隆索则非常悠哉的在领跑位置开启了省油模式，
巴里切罗第一个受不了开火车了，进站1停。难道说法拉利想到了什么翻盘的好主意啊？好吧，下一圈就因为电子系统故障退赛了，那没事了。也不知道是不是长时间开火车给韦伯整困了，萨托桑第22圈趁韦伯一个不留神偷袭插进内线，把第4的位置反超了回来。沃尔兹和小维伦纽夫也在后面蠢蠢欲动，但是谁也没能动手，因为再近一点靠近点就要撞上了。下一圈特鲁利和韦伯进站，打开1停窗口，萨托桑刑满释放。尽管加的油要更少，但韦伯还是没能翻掉特鲁利， BAR 来到了场上的2-3。再下一圈阿隆索进站，虽然巴顿刷了几个最快圈，但8秒还是差得太远了。阿隆索的第1还是很稳的。萨头桑也进站，出站之后毫不意外的 overcut 掉了特鲁利，根本看不见他的影子。这火车是又开起来了。就在萨头桑看起来有希望拿下生涯第2个 F1 领奖台的时候，一抹红色的身影刷新了最快圈，舒马赫像一头压抑的野兽一样紧跟沃尔兹，随着后者进站，就再也没有什么能阻挡他的了。非常意外的是，1停窗口打开之前，排在第6的沃尔兹居然翻掉了第4的萨头桑，这说明 overcut 战术在这场比赛会收获奇效。干净的空气，变轻的油量，舒马赫开始释放法拉利真正的速度。他很快来到巴顿身后，但是伊莫拉太难超车，跟了巴顿1圈之后，舒马赫在第28圈毫不犹豫的进站，出站后稳稳的来到沃尔兹和萨头桑身前，他甚至还领先沃尔兹1条小直道的距离。驶过7号托萨发夹弯时，所有铁佛斯们开始为舒马赫欢呼，因为这是他们这个赛季第一次看到希望，还是在主场。舒马赫第一个 stint 只比阿隆索多跑4圈，进站后却从第12翻到第3。只要当铁佛斯的时间足够长，纪录片都可以当成科幻片来看。尽管还落后阿隆索半分钟，落后巴顿20秒，但舒马赫正以每圈比他们快将近2秒的速度追上来。他不光能追上巴顿，甚至可以挑战阿隆索的分站冠军。唯一的难点就是赛道太窄，直道太短，组合弯太多，不好超车。追得上并不意味着超得过去。第37圈，舒马赫和巴顿只差 7.4 秒，第39圈 5.3 秒，第40圈他们俩已经可以同时出现在一个镜头里了，第41圈 2.8 秒，第42圈 1.5 秒。而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，阿隆索发现舒马赫好像是他们冲着自己来的呀，所以趁着巴顿还能挡一挡，赶紧2停，生怕被 overcut 翻掉。但就像之前说的，伊莫拉赛道非常难超车，阿隆索进站，那就意味着舒马赫在4到5圈之后也要2停。这几圈能不能超过巴顿，然后刷上几圈，对于舒马赫能否翻盘完成大逆袭特别关键。此时的铁佛斯们已经跳不起来了，他们紧张地观察着场上的局势，把希望寄托在了舒马赫的身上。法拉利车组也早早做好了准备，随时切换成 Plan B。终于在跟了巴顿4圈之后，舒马赫在第47圈找到了机会，他们在9号弯快速逼近2台即将被套圈的威廉姆斯，而巴顿犹豫了一下，在10号弯走大，舒马赫抓住了这一瞬间的机会贴上巴顿，在第11号弯出弯之前挤进巴顿的内线，极限晚刹车超过巴顿，两个人差点发生碰撞。巴顿进站放虎归山，舒马赫继续刷新最快圈，扩大与阿隆索的差距，然后在第50圈进站，出站时已经能看见发车直道上驶来的阿隆索，头哥保住了领先优势，但比赛还剩13圈，一切皆有可能。这头红色的野兽盯着前面誓要把自己拉下王座的年轻人，向他发起了最后的猛攻。第51圈，舒马赫追到阿隆索身后1秒以内，面对着这位吃过的盐比自己吃过的饭都咸的七冠王，第一次参与世界冠军争夺的小伙子阿隆索能顶得住老油条的攻击吗？舒马赫已经在后面蠢蠢欲动。第54圈，舒马赫第一次对阿隆索发动了攻击，他试图在8号弯走交叉线，但阿隆索牢牢站住了中线。9号弯又是个右手弯，舒马赫捡不到任何便宜。驶过10号弯来到小直道，阿隆索凭借雷诺的牵引力优势再次把距离拉开，舒马赫在拼尽全力逼迫阿隆索失误，在低速弯中给了阿隆索巨大的压力。虽然这已经不是连续统治围场7年的法拉利了，但舒马赫在每个弯角中离你不到3米，旁边就是草地和沙石地，看台上都是主场铁佛斯的助阵，一个微小的失误，一瞬间的走神就能让你功亏一篑，前功尽弃，到时候迎接你的只会是主场车迷刺耳的欢呼声，这就是来自舒马赫的压迫感。可接下来的几圈里，无论舒马赫在维伦纽夫弯、7号头萨弯还是9号弯之前走了多么奇怪的走线去分散阿隆索的注意力，他的尝试总能被年轻的头哥一一识破。阿隆索丝毫没有动摇，然后马上就能在直道拉开距离稍微喘口气儿，一圈又一圈重复着这样的操作。舒马赫愣是没在这位比自己小12岁的年轻人身上找出任何破绽，车王的心态也终于变得急躁起来。
最后一圈，舒马赫在头萨弯强插奥隆索内线，但是小头哥冷静地抓住了外线，舒马赫没有任何办法。接下来的小直道是舒马赫最后的机会了，但他还是再一次被奥隆索拉开。出11、12号组合弯的时候还走大了，来到 Rivazza 弯之前，差距已经很明显了。但奥隆索在弯中非常慢，舒马赫再次贴了上来。最后2个弯，舒马赫会孤注一掷，把自己扔进弯心吗？距离不够，他也锁死了。奥隆索赢下了职业生涯的第5场胜利，也是迄今为止对于他来说意义最重大的一次胜利。他顶住了来自舒马赫长达11圈的压力，对每个弯角的控制滴水不漏，冲线时也只领先舒马赫 0.215 秒。获胜后的阿隆索竖着3根手指开了一整圈。你怎么知道我刚拿下了3连胜，还掀翻了舒马赫的红色王朝的呢？一位天赋异禀、毫无争冠经验的年轻人，在法拉利的主场守住了通过策略大翻盘的7冠王，颇有一种王权交接的意味。虽然舒马赫最终没能完成超越，留下一场传世经典，但这样的攻防不可谓不精彩，以至于给了铁佛斯一种幻觉，那就是凭借 F2005 在伊莫拉展现出来的速度，舒马赫和法拉利已经吹响了对阿隆索和雷诺反击的号角。但事实证明，这只是赛道低温导致普利司通轮胎磨损低所带来的昙花一现罢了。2005年的主角终究只是阿隆索和 Kimi， 直到1年后，舒马赫与阿隆索在伊莫拉再次相遇。巴顿落后舒马赫10秒，孤独的第3冲线，他的队友萨托桑第5。但这场比赛可不光场上精彩，场下更是风波不断。赛后技术检查时发现，巴顿和萨托桑的赛车在排空燃油之后超轻了。BAR 车队说他们给赛车设计了个副油箱，以确保引擎在快没油了的时候也可以正常运行。这部分燃油他们没在比赛里用，所以应该计入总重量。但 FIA 认为这是把燃料当压舱物使了，这怎么能行呢？成绩取消，禁赛2场。这让代替受伤的蒙托亚跑比赛的乌尔兹，在为迈凯伦出战的唯一一场正式比赛上就拿到了领奖台。而 BAR 禁赛2场的处罚，也是自1984年泰瑞尔车队因为压舱物违规被取消全年成绩以来最严厉的处罚。而好巧不巧的是，泰瑞尔正是 BAR 的前身。